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猪肉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食材之一，由此可见老百姓对猪肉的喜爱。这除了与猪肉丰富的做法有关，也和其亲民的价格密不可分。当下猪肉价格更是实惠，成为不少家庭饮食中的优先选择。然而，猪身上有2个特定部位，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严重危害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食用。许多人对这些部位非常熟悉，因此容易忽视它们的潜在风险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，了解这些知识非常重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探讨这2个危险的部位，帮助大家在选择食材时更加谨慎，确保饮食安全。第一个血薄肉，猪肉里的血薄肉其实就是猪脖子肉。杀猪时通常从颈部放血，使得这块肉肠残留淤血，因此被叫做血薄肉。生活里也有人称它糟头肉、脸泡肉或腮肉。血薄肉是国家明确禁止售卖和食用的，这是因为猪脖子部位分布着大量淋巴结、脂肪瘤和甲状腺等组织，这些地方会积攒诸多病菌、病毒，而且即便经过加热处理，短时间内也很难完全杀灭其中的有害物质。人要是吃了这样的肉，很容易感染疾病。那么，该怎么辨别血薄肉呢？方法并不复杂，大家购买猪肉时可以先观察外观。血薄肉通常颜色暗红，肉质显得比较松散，还可能看到明显的颗粒状、凸起或肿块，这些很可能就是淋巴结。另外，用手触摸的话，会感觉质地较硬，弹性也较差。只要仔细留意这些特征，就能更好地避开血薄肉，保障饮食安全。猪身上第2个要少吃的部位是猪大肠。这个部位虽在餐桌上常见，却暗藏健康隐患。猪大肠是猪的消化器官，主要负责吸收水分和储存粪便，本身脂肪含量极高，每100克猪大肠含脂肪约18.7克，大量食用易导致血脂升高，增加肥胖、动脉硬化等风险。此外，其清洗过程若不彻底，残留的污垢和异味不仅影响口感，还可能藏匿细菌、寄生虫卵等有害物质，而且市场上猪大肠价格相对较高，相比猪肝、猪瘦肉等部位，蛋白质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含量并不突出，性价比低。从健康角度出发，建议减少猪大肠的食用频率，尤其本身血脂偏高或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，更应尽量避开。买猪肉时，聪明人专挑这3个部位，不仅口感鲜嫩，还适合多种烹饪方式。掌握这些挑选技巧，连肉贩子都会夸你是内行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商家误导，轻松买到优质猪肉。第1个部位就是里脊肉。在猪肉的众多部位中，里脊肉堪称鲜嫩担当，而其中的小里脊更是精华所在。里脊肉分为大里脊和小里脊，大里脊肉常见于日常购买，价格亲民，约10元每斤，常被用于制作鱼香肉丝等菜肴。但由于肉质纤维较粗，烹饪后口感偏柴，鲜嫩度稍欠。小里脊肉深藏于猪脊椎骨内侧，是猪身上最稀缺的部位之一，一头猪仅能产出几斤，因其脂肪含量极低，肉质纤维细腻，无论煎、炒、炸、烤，入口都格外软嫩多汁，堪称怎么烹饪都好吃的天花板。由于小里脊产量稀少，价格也相对较高，购买时可留意，大里脊多附着于猪排骨外侧，呈长条形，小里脊则紧贴猪脊椎，体积更细小，颜色偏浅红。认准小里脊，就能轻松解锁猪肉的鲜嫩巅峰，连肉贩子都会惊叹你的识货眼光。第2个部位就是猪前蹄。猪蹄分为前蹄和后蹄，这2种部位不仅在口感上有很大差异，其肉质也各有特点。
猪蹄以其低脂肪和丰富的胶原蛋白而闻名，非常受欢迎。在前蹄中，肉质更加鲜嫩，胶原蛋白含量更高，且蹄筋较多。这是因为前蹄的活动量相对较大，导致其肌肉更加紧实，肥肉也较少，吃起来不油腻，非常适合制作卤猪蹄或红烧猪蹄。前蹄的外形呈现出一定的弯曲，而后蹄则相对笔直。由于后蹄的活动量较少，肉质通常较为肥腻，口感也更为滑腻，缺乏前蹄的鲜美，后蹄的蹄筋相对较少，整体口感不及前蹄那么丰富。不过，用后蹄炖汤同样是一种不错的选择，其浓郁的汤汁可以为菜肴增添风味。总之，前蹄因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常常被视为更优质的选择。而后蹄虽然口感稍逊，但在炖汤时也能带来独特的美味。在日常饮食中，根据个人口味和烹饪需求，选择合适的猪蹄部位，可以让我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。第3个部位就是五花肉。五花肉肯定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，这也是我们经常购买的猪肉部位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分上五花和下五花，选对了才能吃出灵魂口感。下五花肉层次分明的肥瘦黄金配比。下五花肉位于猪腹部靠近肋骨的位置，是五花肉中的优等生，其最大特点是脂肪与瘦肉呈清晰的多层交错分布，通常能看到5-7层肥瘦相间的纹理，如同天然的大理石花纹。由于脂肪分布均匀，烹饪后口感软嫩不柴，肥而不腻。无论是做红烧肉、东坡肉，还是切成薄片炒制回锅肉，都能在高温下释放油脂香气，让肉质兼具鲜嫩与醇厚。上五花肉脂肪偏多的口感分水岭。上五花肉靠近猪背部，层次相对稀疏，一般3-4层，且脂肪层较厚，瘦肉占比少，因其脂肪含量更高，烹饪后容易出现油腻感，尤其煎炒时油脂析出较多，口感偏软塌。若用于炖煮，虽能软化脂肪，但缺乏下五花的紧实嚼劲，更适合做馅料或搭配重口味调料掩盖油腻。选购关键：买五花肉时，重点观察切面层次，层数越多，肥瘦交替越紧密，越可能是优质下五花。记住这个分层法则，就能避开油腻陷阱，让每一道五花肉菜肴都达到肥而不腻、瘦而不柴的完美境界。如果你也想成为生活小能手，动手指点个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开挂技能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美食经验，说不定下一期的美食灵感就来自你的留言。无论是美食制作、家具清洁，还是日常小妙招，都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点赞、转发、评论3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惊喜。